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跨年夜後台失控，許凱被曝強闖譚松韻演唱會，推人視頻全網瘋傳。2025年12月31日，本應是辭舊迎新的喜慶之夜，卻因一場突如其來的後台衝突事件，演變成中國娛樂圈近年來最具爭議性的醜聞之一。隨着大量目擊者爆料、偷拍視頻流出以及多方聲明接連曝光，演員許凱與譚松韻跨年演唱會後台衝突事件迅速登上熱搜榜首，並持續發酵，引發關於明星特權、藝人心理健康、安保漏洞以及粉絲文化的廣泛討論。據多名現場工作人員及目擊者描述，事件發生在12月31日晚11點45分左右，距離譚松韻跨年演唱會0點壓軸表演僅剩10幾分鐘。當晚，譚松韻在上海舉辦個人新年演唱會，該活動不僅吸引了數萬名線下觀眾，還通過多平台進行直播，線上觀看人數一度突破1000萬級別。然而，就在後台緊張籌備的關鍵時刻，一名不速之客的出現打破了原有秩序。多方消息指出，演員許凱突然出現在後台限制區域，由於其身份敏感，起初部分安保人員誤以為其為演唱會相關嘉賓，並未立即阻攔。但隨後，譚松韻團隊一名管理層人員發現異常，確認許凱並不在官方嘉賓名單中，隨即要求其離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衝突正式爆發。目擊者稱，當安保人員禮貌要求許凱說明來意並離場時，他情緒明顯激動，態度強硬，堅持自己有權進入後台，並拒絕配合。隨着雙方言語升級，安保人員嘗試進行強制勸離。據稱，許凱在此過程中出現推搡、掙脫、揮手阻擋等行為，至少3名工作人員在混亂中受傷。其中一名女性舞台統籌被推撞至金屬腳手架，造成肩部及手臂淤青；一名男性安保人員臉部被抓傷，另一名工作人員因受到驚嚇出現明顯應激反應，現場接受醫療人員安撫。事發後不到2小時，多段模糊但極具衝擊力的偷拍視頻開始在微博、抖音等平台流傳。畫面中，一名外形與許凱高度相似的男子在後台區域與多名身穿安保制服的人員發生激烈爭執，並出現明顯肢體接觸。有視頻記錄下金屬碰撞聲和高聲辱罵，雖然畫面抖動嚴重，但情緒之激烈已足以震撼輿論。至此，事件迅速發酵，許凱推人，許凱跨年夜後台衝突，許凱道歉等話題輪番登頂熱搜，24小時內相關閱讀量突破8億次。許凱工作室聲明：事發約12小時後，許凱工作室發布簡短聲明，稱事件係誤會，並表示對給工作人員和觀眾帶來的不便深表遺憾。然而，該聲明被大量網友批評為正面否認肢體衝突，為解釋未受邀卻進入後台的原因，為向受傷工作人員道歉。不少網友直言，這是典型的公關模板道歉。雙引號，譚松韻團隊強硬回應。相比之下，譚松韻方的聲明態度明顯更為嚴肅與明確。聲明中強調，譚松韻本人對許凱到場毫不知情，全力支持並感謝現場安保人員的專業處置，將配合有關部門調查，不排除採取法律手段保障工作人員安全。聲明最後一句確保今後所有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被解讀為事件可能已進入法律評估階段，這一問題成為輿論最大疑點。據多名娛樂圈內部人士透露，許凱與譚松韻在過去至少18個月未有私下聯繫，雙方曾合作多部影視作品，
期間曾引發粉絲對因戲生情的猜測，但兩人始終否認。坊間長期流傳二人因合作理念及私人關係問題產生不愉快，甚至老死不相往來。若傳言屬實，許凱在未受邀請情況下出現在跨年演唱會後台，甚至試圖接近正在候場的譚松韻，其行為性質便顯得格外敏感。事件發生後，公眾將矛頭指向演唱會安保系統。據調查，許凱於23點15分左右通過 VIP 側門進入後台，並出示疑似舊證件，獲得短暫放行。直到高級管理人員介入，問題才被發現。業內人士指出，大型演出後台必須嚴格核驗當日名單，僅憑身份知名度放行，本身就是嚴重失職。初期粉絲護航。事件初期，部分粉絲為許凱辯護，偷拍視頻不清楚，別急着定罪，可能是身體不適或被刺激。明星也有人權。證據增多後，風向反轉。隨着更多目擊證詞曝光，不少粉絲選擇理性退場。不管什麼原因，推工作人員就是錯。公眾人物更該自律。失望，但希望他正面承擔責任。多個大型粉絲站宣布暫停應援。路人網友犀利點評：明星光環不是免罪金牌，如果是普通人，早被帶走調查了。這不是情緒問題，是特權問題。此次事件不僅關乎個人聲譽，更折射出娛樂產業長期存在的問題。明星邊界感缺失，工作人員權益弱勢，粉圈盲目維護文化，心理健康支持機制不足。業內評論指出，如果事件最終進入司法程序，其影響將遠超一次公關危機。截至目前，上海警方尚未發布正式通報，但多名法律界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是否立案，關鍵取決於傷情鑑定與現場證據。根據現行法律框架分析，若工作人員傷情被鑑定為輕微傷，事件可能構成治安案件，面臨行政處罰；若達到輕傷及以上，且證據鏈完整，不排除構成故意傷害罪。即便未達到刑責標準，民事賠償與勞動安全責任追究也幾乎不可避免。有律師特別強調，公眾人物在公共活動中實施暴力行為，往往會被從嚴審視，其社會影響本身就是重要考量因素。除藝人雙方外，演唱會主辦方同樣面臨巨大輿論與商業壓力。一方面，後台安保漏洞已被質疑是否違反大型活動安全規範；另一方面，直播畫面突然切斷後台信號，也引發是否刻意掩蓋現場情況的猜測。業內人士透露，主辦方正在內部復盤，包括後台通行證管理流程、安保人員權限設置、明星臨時到場應急預案。有消息稱，相關整改報告已提交文化演出管理部門。截至發稿前，譚松韻本人並未通過個人社交平台就事件發表任何言論，僅由團隊統一回應。這種克制的處理方式，在網絡上反而獲得大量好評。不少網友表示，他什麼都沒說，但立場很清楚。尊重工作人員，比回應八卦更重要。真正的體面是不下場撕扯。娛樂評論人指出，在高度情緒化的輿論環境中，不表態有時比表態更有力量。事件爆發後，關於許凱商業價值受損的討論迅速展開。據不完全統計，多個品牌官微悄然關閉其相關宣傳評論區，尚未官宣的新劇項目被曝進入觀望期，原定年初的公開活動安排可能調整。一位不願具名的制片人坦言，資本最怕不穩定因素，尤其是涉及暴力和負面社會示範。業內普遍認為，即便法律層面結果未明，
市場態度已率先給出反應。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明星爭議事件不同，本次粉圈並未形成鐵板一塊的維護。不少理性粉絲公開表示，喜歡作品不代表無條件包庇行為，犯錯就該承擔後果。真正的支持是督促他面對問題。有學者指出，這種變化反映出年輕群體對公共責任與偶像邊界的認知正在提升。部分網友提出，是否應關注許凱當晚的精神狀態，甚至猜測其可能存在情緒或心理問題。對此，心理專家提醒，理解心理壓力不等於為暴力行為開脫。公眾討論可以聚焦明星長期高壓環境、情緒管理支持系統、心理健康求助機制，但前提是行為責任必須被清晰界定。當燈光散去，熱搜退潮，這起事件留下的並非簡單的塌房或翻車，它觸及的是普通勞動者的尊嚴與安全，明星與公眾的權力不對等，娛樂工業的管理盲區，社會對名人失控的容忍底線。正如一位網友所言，如果今天被推的是普通工作人員，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個人。結尾跨案年夜之後，行業需要一個答案。跨案年夜已過去，但問題仍在。無論最終調查結果如何，這起事件都已成為2026年娛樂圈無法回避的一個起點。它迫使行業重新審視規則，也迫使公眾重新定義明星。名氣不是通行證，光環不能遮蔽責任。真正的新年，或許從直面問題開始。